心灵暖流，鬼谷子大智慧，教你一招鬼谷子秘术，识破人心，让你受用一生。鬼谷子，古代智者和著名的军事家，他的智慧和见解影响了许多人，并在今天仍然被广泛传颂和运用。在他的著作中，蕴含着许多宝贵的智慧和生活哲学，其中包括了一招识破人心、度量权衡的秘术。在人际关系和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难题，我们需要能够辨别人心，洞悉情势，以做出明智的选择和决策。因此，这次我们将以鬼谷子的智慧为主题，探索他所传授的一招识破人心的秘术，让你在人际交往和各个领域中受用一生。透过这个主题，我们将一同探索鬼谷子智慧的深奥之处，学习如何度量权衡，洞悉人心。你将了解到在人际关系中如何察觉同意，区分是非，如何看清内外，理解有无，如何判断安危，界定亲疏，并学会如何运用这些智慧来获得成功和满足。让我们一同踏上这段智慧之旅，寻找鬼谷子秘术中的宝藏，识破人心，受用一生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度量权衡，洞察人心的智慧。鬼谷子的飞前篇中，我们找到了鬼谷子的一招秘术，这是关于度量权衡和洞察人心的智慧。鬼谷子说：凡度权量能，所以征远来近，立事而治事，必先察同意之计，别是非之语，见内外之辞，知有无之术，决安危之计，定亲疏之事，然后乃权量之，其有隐括，乃可争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鬼谷子的第一句话是凡度权量能，所以征远来近。这句话所蕴含的智慧在人际关系和生活中至关重要，无论是交朋友还是处理各种情事，我们都需要学会度量权衡，辨别轻重，以便做出明智的抉择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常常需要评估对方的价值和意图。鬼谷子提醒我们要度量权衡，以及要仔细思考对方的重要性和价值，了解他们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。这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和深入了解对方的言行举止、价值观和动机，以确定他们是否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和精力。度量权衡也意味着要辨别事情的轻重缓急，并做出相应的反应。鬼谷子的智慧教导我们要学会区分重要与不重要、紧急与不紧急的事物，以便有效地分配资源和时间。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琐事和细节之中，集中精力处理那些真正关键和有意义的事情。此外，度量权衡还要求我们考虑到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。在鬼谷子的眼中，征远和来近是基于权衡的决策。我们需要远近相对，考虑到不同情势和目标的需求，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。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达到理想的结果，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和成就感。总而言之，鬼谷子教导我们要度量权衡，了解事物的轻重缓急和价值，以便做出明智的选择。在人际关系和生活中，这种智慧能帮助我们识破人心，远离无益的事物，并专注于那些对我们有意义和价值的事物。度量权衡的6个步骤。鬼谷子给出了度量权衡的6个步骤：察同意，别是非，见内外，知有无，决安危，定请疏。这些步骤对应着计、语、辞、
术、计、事。在鬼谷子的智慧中，他教导我们了解一个人或处理事情的6个步骤，这些步骤被称为度量权衡的方法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步骤是如何帮助我们识破人心，受用一生的。首先是察同意，这意味着在与他人交往时，我们应该仔细观察他们的思想、价值观和举止，从中寻找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，并建立共鸣和理解。接着是别是非，这个步骤要求我们善于分辨是非对错，避免被表面的虚假所迷惑。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辨别出对方言语和行为中的真实意图和真实性质。第3个步骤是见内外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从对方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动机中获取信息，不仅要观察他们的外在行为，还要观察他们的内心思想和动机，以全面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。知有无是第4个步骤，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能力和资源以及他们所缺乏的部分，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评估他们的能力和可信度，以及与他们合作的潜在风险。第5个步骤是觉安危，在面对重要决策时，我们应该仔细评估风险和利益，明确了解可能的安全和危险因素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后悔。最后一个步骤是定请书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明确确定与对方的关系和交流模式，确定彼此的角色和责任，这样可以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，达到更好的互动和效果。这6个步骤提醒我们在识破人心、理解人与处理事情时保持清醒和全面的思考。鬼谷子的智慧告诉我们要谨慎的度量权衡，不仅仅凭直觉，而是从多个角度观察和分析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避免受骗和上当，并在人际关系和事业中取得长远的成功。3. 智慧的运用与收获。鬼谷子的智慧不仅仅是理论，更是一种实践和运用的能力。在他的教导中，他提到了智慧的运用和收获，让我们深受启发。首先，鬼谷子说，然后乃权量之。这意味着在我们了解他人或处理事情之后，我们需要运用度量权衡的方法来做出适当的判断和决策。我们需要权衡各种因素，衡量利弊得失，并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全面。其次，鬼谷子提到，其有隐括，乃可争，乃可求，乃可用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。隐括意味着我们应该查验和核实事情的真相，不被表面的虚假所蒙蔽。只有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，我们才能运用所学的智慧，去征服困难，追求自己的目标，并把所学应用于实际生活中。这种智慧的运用和收获不仅能让我们识破他人的心思，更能帮助我们在人际关系、事业发展和生活中取得成功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当我们在工作中面临一个新的合作伙伴时，我们可以利用鬼谷子的方法来评估对方的能力、动机和可信度。通过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，聆听他们的观点和意见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。然后，我们可以利用度量权衡的方法，衡量他们的优势和劣势，评估与他们合作的风险和收益。最后，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智慧和知识，做出明智的决策，确保我们的合作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这种智慧的运用和收获是一种能力，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。通过不断的观察、思考和评估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洞察力和智慧，
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和事业中更加成功和受用一生。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世界中，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，提升自己的智慧。透过鬼谷子的智慧，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情境，理解人性，领悟事物的本质。这将使我们在人际关系、职场竞争和生活决策中获得更多的成功和满足。让我们珍惜这些智慧，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通过度量权衡和识破人心，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人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获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。同时，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保持谨慎和谦虚态度的机会，不断反思和成长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